大家好，当你在编写 Windows PowerShell 脚本的时候，是否会遇到以下这些问题？问题一，当你双击 PowerShell 脚本的时候，它不是打开 PowerShell 窗口来运行，而是打开记事本来显示 PowerShell 源代码。问题二，当你在双击 PowerShell 脚本运行的时候，窗口一闪就关闭了。问题三，当你运行 PowerShell 脚本的时候，输出的中文显示为乱码。那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解决这3个问题，大家赶快跟我一起来学习吧。我在我这个 Windows 里边创建了2个文件，一个是扩展名为 BAT 的批处理文件，一个是扩展名为 PS1 的 PowerShell 脚本文件。那这2个文件都是用 Notepad 这个文本编辑器来编辑的。那批处理文件里边会打印 Hello BAT 这个文字，然后暂停。那 PowerShell 脚本文件里边是输出 Hello PowerShell 这个文字，然后暂停。那我双击这个 BAT 文件，它就开始运行了。我在双击这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的时候，它会用 Notepad 来打开这个脚本文件。那我希望在双击 PowerShell 脚本文件的时候，它也像 BAT 文件一样，在 Windows PowerShell 的窗口里边自动运行。那你可以这样操作：右键单击这个脚本文件，点击打开方式，点击选择其他应用，点击下边的在电脑上选择应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这个路径 C 盘的 Windows System 32 Windows PowerShell， 点开 V1.0， 选择 PowerShell.exe 这个文件，点击打开，点击始终。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双击这个 PowerShell 文件，那它就会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直接运行了。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双击这个 PowerShell 脚本运行的时候，这个窗口是一闪就关闭了，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这个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先点击 Windows 搜索框，输入 PowerShell， 右键单击 Windows PowerShell， 点击已关联身份运行，这样以关联的身份打开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我们来到刚才我们那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保存的目录，就在这里。我们输入这个脚本文件的名称，回车运行一下它会显示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说是无法加载文件，因为在此系统上禁止运行脚本。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权限不够，系统禁止运行 PowerShell 脚本，所以不能够正常运行了。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那在 PowerShell 里边有一个执行策略的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执行策略英文是 Execution Policy， 它是用来控制脚本文件能否运行以及运行前是否验证数字签名的安全机制。我们先运行命令 get execution policy 空格横线 list， 回车之后就得到了当前这个用户他的执行策略。那它的执行策略是 undefined 的，当前这个用户是不能够运行这个PowerShell 脚本文件的。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set execution policy remote ZEND， 然后空格横线 scope 空格 current user， 给当前这个用户设置一下执行策略为 remote ZEND 输入 Y 回车。那现在当前这个用户他的执行策略就应该是 remote ZEND。我们运行 get execution policy 来检查一下 remote ZEND， 对吧？那 remote ZEND 这个执行策略就可以在这个当前计算机上允许执行 PowerShell 脚本。我们再运行一下试试回车。现在你看它运行成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可能在运行 PowerShell 脚本的时候遇到乱码的问题。我们现在右键单击这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点击在记事本中编辑，在记事本中打开它，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中文，比如说暂停，点击文件，点击保存。现在我们再来双击这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来运行它。你看它运行的输出这儿暂停这2个汉字显示的是乱码。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现在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在我们这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里边添加这2行代码。这2行代码是设置终端输出编码为 UTF-8， 然后我们点击文件，点击另存为，在保存类型这儿选择所有文件，在编码这儿一定要选择 UTF-8， 点击保存。我们再回到文件资源管理器，双击这个 PowerShell 脚本，它打开这个 PowerShell 窗口，显示的汉字就已经是正确的了。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若感兴趣，欢迎订阅付费专区成为会员，解锁更多 Windows 深度知识、实用技巧和独家经验。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